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2月1号，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好，欢迎大家来听老师的直播课。那这个听老师的直播课呢，记得先帮老师点赞，支持理查老师啊。好，老师看到好多同学都来了，欢迎大家。美丽，欢迎哦。海山，好久没看到海山了哦。南武，还有 Charles、裴静、塔尼亚、Hardwin 也来了，欢迎雨柔。好，还有谁 ？Charles、西蒙、罗珊，还有好多同学。好，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好，好，9204，今天老师跑了9204，中文要怎么说9204？我们再看一遍。好，9204 ，Hello Diana， 欢迎9204。还有一位同学叫罗艾森，好，艾森同学欢迎。好，这位同学第一次来上我的课，欢迎。哦，Laura， 你是不是在台湾 ？Laura？我好像看到你的 Instagram， 你是不是在台湾？是吗？不过可能时间比较短，我们没有办法见面，对不对？我好像看到你的 Instagram 说你在台湾没关系没关系的。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9204，今天网络是不是有点慢呢？好 ，OK， 今天网络好像有点慢，对不对？好，对，今天网络好慢呢，不晓得为什么是不是我的这个？好，大家有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好的，对，老师网络变得很慢哦。现在看得到我的屏幕吗？看得到我的画面吗 ？Hello Laura， 好 ，OK， 屏幕有点卡哦。好，没关系，可能是这个好奇怪，今天网络特别卡。好，没关系，现在好了哦。好，那这个9204步没问题，9204，对，断断续续的9204步。好，老师的这个 Instagram 好像连不上去了 ，Instagram 特别慢，不晓得为什么。好，那把 Instagram 关掉好了。好 ，OK， 没问题，听得到我的声音。好，那我们直接来上课吧，因为今天老师的网络好像特别慢哦。好 ，OK， 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很简单，我们就学一个词汇就好了，电器，电器。好，那么今天这个词汇呢，我们要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器，老师会考试，考你们知不知道这些电器中文要怎么说哦。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电器就是一般来说，电器指的是你在家里面常常使用的一些机器，比如说洗衣机，比如说电脑，都算是电器啊。还有可能工厂里面也会有一些电器，一般我们说电器指的是家里面使用的机器，比如说像台灯，比如说像是这个冰箱，都算是电器都算是电器。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冰箱和烤面包机。好，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冰箱对不对？
我想大部分的人家里都有冰箱，冰箱可以存放食物，有的时候你没有吃完的东西，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保存，因为冰箱里面的温度比较低，可以保存食物。好，我相信大家家里面应该都有冰箱，那我们可以说电冰箱，我们可以说电冰箱。一般来说，我们说冰箱就可以了。那有人会说电冰箱也可以啊，也可以。好，烤面包机，如果各位同学喜欢吃面包的话，喜欢吃吐司的话，可能你家里就有烤面包机。各位同学，你家里有没有烤面包机？理查老师家里没有烤面包机，因为老师很少吃面包，很少吃吐司。这个东西其实中文叫吐司，叫吐司。这个东西中文叫 toast， 吐司，吐司。好，那有的人会写成这样子，吐司。有恩美家里有烤吐司机，对不对？烤面包机，有人会写成这种吐司，吐司机，一般我们会说烤面包机啦，一般会说烤面包机，烤吐司机不会。好，各位同学，这个东西我们中文就叫烤面包机，烤面包机，比较常用的就是烤面包机。好，月莹说我家里有烤面包机，但是很少用。我相信很多人家里应该有烤面包机，不过很少用，对不对？理查老师家里以前也有一个烤面包机，但是很少用，真的很少用啊。好，可惜我们不叫洗碗器，我们叫洗碗机，洗碗机，洗碗机。好 ，OK， 我们再看一下都属于。好，属于就像英文的 belong to， 属于其实就是的意思啊。好，冰箱和烤面包机都属于家用电器，家用就是家庭使用的，在家里面，在家庭里面使用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家用。所以各位同学，电脑如果是电脑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家用电脑。我们可以说家用电脑。如果你加上家用，表示是你在家里面使用的，我们叫家用电器。好，那各位同学，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家电，其实我们更常说的是家电。家用电器就是家电，家电。这位同学说我家没有烤面包机，因为常常停电啊。好，再来出版机，什么叫出版机？我不晓得什么叫出版机。好 ，OK。塔尼亚说我有烤面包机，因为塔尼亚的孩子喜欢吃吐司，不过比较少用，因为对健康没有好处对健康没有好处。好 ，OK， 没问题。好，各位同学再记得要特别记得家用电器的意思就是家电，家电的意思。好 ，OK， 家电。好，没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好，那么我们来考各位同学题目。那在考题目之前，我们先学习一个语法点，叫做以免或者是免得。以免就是以避免，就是用来避免的意思用来避免。好，可以避免。好，其实以避免的意思，以免就是以避免，或者我们可以说可以避免。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用以免这样的语法点，一般来说我们后面会加上动词或者是句子，它的意思就是我做了一件事情，让后面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做了某一件事情，让后面的事情不会发生。比如说，我带了一把雨伞，以免下雨。如果我出门下雨了怎么办？所以我要避免下雨的情况，那么我就要带雨伞。所以我可以说，我出门前带了一把雨伞，以免下雨。以免下雨。好，我还可以怎么说呢？我考试前努力读书，以免没通过考试。我考试之前努力读书，以免
没有通过考试，所以以免后面会接避免某一种状况发生避免某一种状况发生。比如说我出门时带着手机，以免妈妈找不到我。我出门时带着手机，以免妈妈找不到我。好，所以以免你也可以用免得表示避免后面的情况会发生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吐司跟面包不太一样，吐司是方形的那种，面包就是指各种各样的面包都可以叫面包好，吐司是那种正方形的那种面包toast。好，使用在浴室，不要电器。好，以免发生意外，发生 happen， 意外 accident。OK， 那各位同学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可以避免意外的发生好，浴室 bathroom，OK bathroom。好，电器我们刚刚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词汇。好，不要不对不要在浴室使用电器，答对了，以免发生意外。也可以说在浴室不要使用电器，也可以，很好佩霞很好。好，在浴室不要使用电器，答对了。好，不要在浴室使用电器，以免发生意外。好，温馨的句子可以，林子的句子也可以，在浴室不要使用电器，以免发生意外，也可以。好，所以两个句子都对，你可以说不要在浴室，你也可以说在浴室不要，两个句子都对，都可以我使用英文来表达我的看法，以免发生误会，很好的句子，很好的句子好 11 不要在浴室使用电器，以免发生意外，可以。在浴室不要使用电器，以免发生意外，答对了，也可以，这两个句子都对。好 OK，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一样我们来练习免得跟以免还有免得的语法点好，再提醒他一下。好，为什么要再提醒他？因为这个人可能比较健忘，容易忘记事情，所以我们必须 again remind him， 我们必须 remind him again。 好，再就是 again 的意思，提醒他，提醒 remind， 好，提醒他一下。好，因为他可能是个健忘的人，各位同学，希望你不是一个健忘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健忘的人，表示你很容易忘记事情。OK， 你很容易忘记事情，那么你就是一位健忘的人。好，那么免得忘记，免得他了。好，再提醒他一下，免得他忘记了。答对了。再提醒他一下，免得他忘记了。答对了。好，再提醒他一下，免得他忘记了。林子，你有健忘了吗？你开始有健忘症了吗？好，如果你得了一个常常忘记事情的病，我们可以叫健忘症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说了好，如果你得了一种常常忘记事情的病，我们可以叫它健忘症，他得了健忘症好，再提醒他一下，免得他忘记了。答对了。林子已经得健忘症了，对不对？好 OK， 没问题。好，老师希望你们没有得健忘症，老师希望你们不是一个健忘的人好，没问题。好，那么我们多做一些关于以免还有免得的语法点，好，避免后面这件事情发生。靠近 get close to， get close to 叫靠近。高压，好，各位同学，高压电线它的意思就是像这种东西。好，如果你不太清楚什么叫高压电线，我想你们家附近可能会有高压电线，好，这个叫高压电塔，
like tower power tower。好，这个我们中文叫高压电塔。好，高压电塔。好，高压电塔。高压电塔。哦，这个裴静给我英文了哦 ，amnesia 对不对 ？amnesia 就是健忘症啊 ，amnesia。这个恩美不是这个叫这个中文叫阿兹海默症，是不同的，它跟健忘症不同。好，恩美你说的叫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跟健忘症是不同的。阿兹海默症除了容易忘记事情之外，可能你的肢体会失去控制，你可能会失去控制，然后你不只会忘记事情，你可能慢慢会失去思考的能力，所以这个叫阿兹海默症啊。这个恩美说的是另外一个疾病。哦 ，Tom 来了，不要靠近高压电线，以免发生危险。很好，那各位同学，这个老师刚刚想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个东西叫高压电塔，好，中文叫高压电塔。高压打不出来，好，可以了，高压电塔。那各位同学，这个 tower 叫高压电塔，那这些线呢叫做高压电线，高压电线，那这个东西叫高压电塔啊。那我们当然不要靠近，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有高压电 high voltage electricity power 之类的哦，高压电。如果你去触碰高压电线，那么这个中文叫触电。好，所以我们有很多词汇你们必须要注意哦，这个叫触电。好，打不出来，哎呀，这有些字真的是打不出来，老师用这个繁体字比较麻烦，触电。好，那有人帮我打出来，触电。各位同学，如果你碰到高压电线，你会这样对不对？这个中文叫什么？叫触电啊，触电。如果你碰到电线，突然有一种很麻的感觉，触电。那么如果你靠近高压电线，你不只会触电，你会死亡，因为高压电很强。你会碰到很强的高压电线，哇，那个高压电是很强的，所以我们不要靠近，对不对？好，触电请你们记起来，什么叫触电？你碰到电线的时候，突然身体会很麻，这个叫触电啊，这个叫触电。好 ，OK， 那么我们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不要靠近高压电线，以免发生危险。好，没错，答对了哦，高压电塔。高压电线、高压电塔、触电。好，那高压电线上面有高压电有高压电。好 ，OK， 好的，听得懂吗？好，那所以你在使用电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然你可能会触电。然后你也不要靠近高压电塔，不要靠近高压电线，因为高压电线上有高压电。如果你碰到了高压电，那你不只会触电，你还会死亡。好 ，OK， 没问题。好的，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理查老师哦。好，那么 Tom 还在不在啊 ？Tom 还在啊，好久没看到 Tom 了哦，好久没有跟 Tom 聊天了。海山说不要靠近高压电线，以免发生危险，很棒。好，立新也答对了，好，没问题。那么水仙欢迎哦。好，那么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考试了。我们刚刚说过家用电器，我们可以说家电，对不对？家用电器，中文可以用家电就可以了啊，家电。所以呢，这个老师现在想要考你们，会不会说一些中文的家电？好，Tom 在啊，好，没问题。很久没有跟 Tom 聊天了哦。
好，那么现在有很多家电，老师先考你们第一个家电。好，请问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吗？英文叫做 induction cooker。第一个家电，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家电中文要怎么说？英文叫 induction cooker。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说？有时候如果你在家里面煮火锅的时候，你可以把火锅放在上面，那这个东西好像这个会加热，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上面放火锅，好，就可以吃火锅了。诶，电磁炉啊，你们不讲 induction cooker 吗？电磁炉不是电炉，是叫电磁炉。好，这个中文叫电磁炉，请你把它记起来。你们有没有在使用电磁炉呢？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吃火锅的人，在家里面吃火锅的人，你可能会有一个电磁炉。好，这个叫电磁炉。电磁炉，好的，听得懂啊、哦？电磁炉。好，那么第二个你们应该会，请问这个电器叫什么？这个家电叫什么？好，那这个家电呢，就是只要你的食物冷了，你想要加热，你把它放进去之后，按个钮，几秒钟，这个东西就变得很热了，就可以吃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好，请问这个东西叫什么？好，裴静家里没有电磁炉。好，很简单，宋平已经说出来了，叫微波炉。好，微波炉了啊，微波炉，答对了，很好。不是烤炉，这个不是烤炉，这个叫微波炉。好，这个叫 microwave oven， 对不对？好，微波炉。好，把它记起来啊。好，微波炉。好，电磁炉，微波炉。好，没问题。哎，有的人好厉害，答对了啊。好，请问这个东西叫什么？刚刚有同学说了，可心刚刚有说了，不过可心说的有一点错误。我们这个叫做，你可以把脏的碗放进去洗，这个东西叫什么？如果你的餐具、你的碗、你的盘子、筷子、汤匙用过了、脏了，你可以把它放进去清洗，哇，拿出来之后就会变得很干净。请问这个电器、这个家电，中文要怎么说？你们知道吗？这个应该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因为像理查老师家里就没有这种东西，我们要自己用手洗，自己用手去洗。好，洗碗机答对了，很好，洗碗机，哇，你们好聪明哦。对，这个叫洗碗机。塔尼亚我们说健忘的人，塔尼亚是一个健忘的人。好，你们答对了，这个叫洗碗机，洗碗机答对了。好，脏的碗可以放进去洗哦，很棒。好，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东西，请问这个东西叫什么？我想每个人家里应该都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米放进去，过了几分钟之后就可以吃饭了。你把米，生米放进去，拿出来之后就变成熟米了，就可以吃了，其实就是饭，拿出来就变成饭了。好，请问这个东西叫什么？应该你们家里都有。好，对，叫 rice cooker， 没有错，英文叫 rice cooker， 中文叫什么？而且大陆跟台湾的说法不一样，有人说电锅可以，台湾叫电锅，台湾叫电锅，对，大同公司的电锅，对，很有名啊。不是叫电锅机，对，叫电饭锅，大陆叫电饭锅，台湾叫电锅。好 ，OK， 这个我们叫做大陆叫电饭锅，台湾叫电锅，就是你可以煮米的，煮米的机器电饭锅，台湾叫电锅。好，你们家里应该都有电饭锅，对不对？你们家里应该都有电饭锅因为我们都是吃米饭的嘛所以我们家里一定有电饭锅。好，那 Tom 你要说电锅，因为你学的是台湾的中文嘛好。再来，请问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都有这个电饭锅，对不对？很好。这个东西叫什么？我想你们家里都有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你一定要打开这种东西。
这种家电是天气热的时候一定要用的，因为天气很热啊，热的受不了，热得很，那么你就要打开这种东西，请问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好，风扇，一般来讲我们会叫它电风扇。一般来说我们会叫它电风扇，答对了啊 ，Tom 也答对了，很好。电风扇不是吹风机，不是吹风机哦，吹风机在台湾是那种吹风机，我拿给你们看好了。这个在台湾吹风机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洗头洗完了，这个在台湾叫吹风机就是把头发吹干的时候用的吹风机，在台湾我们叫吹风机那这个不叫吹风机，这个叫电风扇，答对了，很好，答对了，电风扇，电风扇，对 ，hair dryer 电风扇没有错，好，电风扇，电风扇，好，刚刚那个吹风机是我的，没有错好，这个东西我想你们可能不晓得。这个东西是，如果你的衣服，比如说你的衬衫或西装，你想把它烫平，你会用这个东西西装或者是你的衬衫有时候比较皱，那么你要用这个机器把它烫平你的西装跟衬衫就会比较平整，比较不会皱皱的好，这个东西中文要叫什么？铁质不是。熨斗很好，这个东西叫熨斗，但是因为这是家电，所以它要插电的。这个我们中文叫做不是铁英文当然叫 iron， 对不对但是呢不是笨斗电熨斗答对了，这个我们叫电熨斗。好，电熨斗。好，各位同学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这个叫电熨斗，插电的，你也可以叫它熨斗就好了一般来说插电的我们都会叫它电熨斗你可以说熨斗就可以了，那一般我们叫它电熨斗电熨斗你们都乱说不是铁不是铁，好，也不是铁质不是铁质不是，好，这个我们叫电熨斗，电熨斗，好，你们都乱猜对不对他们答对了，电熨斗，好，可以用熨斗，因为英文就叫 iron， 对不对？可以叫熨斗，可以叫熨斗，也可以叫电熨斗，都可以好，来再考你们，来最后一题了这个东西中文怎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地板很脏的时候，你要用这个东西去吸那些脏的东西。好，所以这个东西英文叫 vacuum cleaner， vacuum cleaner 好像是吧？但是中文要怎么说呢？你们会不会？这个东西我想有的人家里有，特别你家的地毯你家的地板有铺地毯特别是用在地毯上面的地毯好，地毯，如果你家的地板有铺地毯的话，你就会需要这种家电你会需要这种家电，请问这个叫什么？有人答出来了，好 Tom 也答出来了，小忍都答出来了 vacuum cleaner 答对了，好像也可以叫 Hoover 对不对 Hoover 好像可以叫 Hoover， 对，这个叫吸尘器，不是吸尘机不是吸尘机是吸尘器，吸尘器答对了，林子也美莲都答对了，很好，这个叫吸尘器，吸尘器英文叫 Hoover 还或者是 vacuum cleaner 吸尘器，好，记起来，吸尘器，答对了。好，有人已经告诉我右边的是洗衣机，对不对？很简单。好，那各位同学，这个东西是你衣服脏的时候可以放进去洗的，这个叫做洗衣机洗衣机，这个你们都会了，洗衣机。那如果是这个，那各位同学，如果你的衣服还没有干，你的衣服还湿湿的，怎么办呢？那么你可以把它放到干衣机里面去，这个东西叫干衣机。衣服脏了要丢到洗衣机，要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衣服拿出来之后还没有完全干，
我们会把还没有完全干的衣服放到干衣机里面去烘干。好，这个动作就叫烘干哦。好，我们会把衣服烘干，烘衣机也可以，也可以叫烘衣机哦，干衣机或烘衣机都可以。那这个动作叫烘干，我们会把湿的衣服放到干衣机里面，或像 Tom 说的叫做这个烘衣机也可以哦。好，放到干衣机里面去烘干，去把它烘干哦。好，这个叫干衣机或叫烘衣机，一般我们叫干衣机了哦。好，这个叫做洗衣机啊，洗衣机。好，没问题。哦，还有跑步机，当然有，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家电。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查一下，我们还有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家电哦。好，把东西放到这个碗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碗柜，我也不晓得，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词吧？哦，好 ，OK， 烘干机也可以，也有人叫烘干机，有人叫烘干机、烘衣机、干衣机，都有人说哦。好 ，OK， 没问题。好，那各位同学，这个今天我们学习到一些家电的中文怎么说。那当然，我们家里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家电，我们有时候必须学习这些家电的中文名字，因为这个算是常识啊，一个 common sense。所以呢，我们因为有了这些家电，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便利，会更加的方便，对不对？好 ，OK， 那么今天可以叫碗柜，可以叫碗柜啊，可以叫碗柜。不过碗柜是柜子，是个那个 cabin， 忘记英文了，cabinet 是个 cabinet 哦，碗柜是一个像一个柜子一样。好，那么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那么我们明天是聊天课，明天欢迎大家跟老师练习中文口语。明天见喽，拜拜。cabinet 叫柜。碗柜、橱柜、茶柜都对 ，cabinet 没错 ，cabinet。好 ，OK， 没问题，明天见，拜拜。